给干。这里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女人，慈禧老佛爷的地宫，仅里面的陪葬品就可以达到上1两白银。而这个有钱女人在死后竟然让人扒掉了所有衣服，仅剩下一条内裤遮羞。更有传闻说，当见到慈禧的模样，虽然已经死了20年，但遗体还栩栩如生，保存的依然年轻貌美，甚至有很多士兵看后还试图发泄兽性。那么当时的慈禧到底被孙殿英折腾的有多惨呢？我们不妨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接着往下看。当年慈禧的棺材盖被孙殿英砸开之后，可把当时在场的士兵和孙殿英吓了一大跳。只见躺在棺材里的慈禧太后已经死于20年，但模样依旧跟睡着了没什么区别，肤色粉红，似有弹性，放在胸前的手指甲依旧是弯弯曲曲，打着指甲油，手背还有一撮撮白毛。虽说此时的士兵并没有多大反应，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把所有的士兵吓得嚎嚎大哭。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只见慈禧的脸刚才是水润有弹性，突然就变得紫黑，而微闭的双眼也突然睁开，额头上的皮肤变得凹陷，整个身体立马干瘪了起来。棺材内还出现了一道白烟飘出，有胆子大的士兵上前查看时，发现慈禧紧闭的嘴巴张开，露出2排锋利的牙齿，这可把上前查看的士兵吓傻了，赶紧退后跑到外面去汇报情况，大喊慈禧老佛爷诈尸了。那为什么孙殿英一心就要偷到慈禧太后墓葬呢？这就要说到慈禧在世的时候有多奢侈了。传说慈禧在生前每到一处都是金砖铺路，金砖砌墙，甚至连出宫都要让宫女口含一口水在嘴里解决。那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都知道慈禧在生前可是享尽了荣华富贵，生活算是极度的奢华，甚至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，那就是举天下以奉一人。大家都说满汉全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吃的，而慈禧这个人顿顿都是108道菜，道道不同样，天天不同谱。而女人洗一次澡，慈禧则更是奇怪，要用掉100余条刺绣的毛巾，而死后更是耗空了整个大清朝的国库。所以说孙殿英是非到不可，而且还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。这是一代妖后慈禧老佛爷出殡的视频，成千上万的出殡者跟随在身后，而抬棺材则有几百个精壮的汉子，棺椁后跟着宫女还有各类官员提着挽联，鸣锣开道的御林军骑着高头大马，紧张地巡视着周边环境，两边的百姓全部跪在地上，而棺椁内臭气熏天，道旁的人下意识捂住口鼻。随着一路的颠簸，棺椁内不断有红色液体向外渗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慈禧是不腐之身吗？怎么会出现如此情景？保持你的好奇心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慈禧陵墓的宝顶，这可是天下一大奇观。要知道用土回填的宝顶怎么可能不长草呢？但慈禧老佛爷他做到了。现在距离慈禧死后100多年过去了，他的宝顶依然没有一棵青草冒头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据说慈禧在还没死的时候，就带着李莲英亲自视察过清东陵。当慈禧刚到清东陵的时候，就发现绿草成荫，慈禧当时就不高兴了，说如果自己死后葬在这里，那不是落草为寇了吗？当时就问李莲英，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在100年以后坟头不长草呢？于是便下令，无论怎样自己的坟头是不可以长草的。当时的大臣们也是吃惊，但也没人敢抗旨啊，只能四处想办法让泥土不长草的秘方。正当清东陵快建好的时候，一位聪明的工匠在古书上找到了坟头不长草的方法。首先是要找来100口大锅，在回填土中放一定比例的硫磺、硝石，在锅中反复翻炒，直到将泥土中的各种元素全部翻熟为止。
这样的炒土工程也持续了几个月，才将回填土全部处理好。当然不是所有的土都配得上慈禧的宝鼎，而是需要选用良好的净土。所谓的净土就是长过草，但不能被牛羊啃食过，更不能被牲畜践踏过。在炒熟的泥土中，需要加入大量的鸡蛋和米浆，才能让宝鼎变得坚硬夯实。而至今慈禧的宝鼎还是寸草不生，可以说慈禧为了死后继续享受荣华富贵，也是不惜成本。那你知道慈禧下葬时到底陪葬了多少稀世珍宝吗？铁杆。据专家估计，单单祭品就拉出去72马车，如果按当时的价值来说，就高达7个亿的现大洋，还不包括孙殿英从中盗掘的稀有珍宝。那么孙殿英到底在慈禧的墓中拿走了哪些值钱的宝贝？当年慈禧是1908年去世，1909年安葬在地宫内。原本来说地宫里面是十分黑暗的，但在孙殿英打开棺椁的时候，地宫内瞬间变得明亮起来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他们就将慈禧从棺木内抬出来，放在一边的石板上。根据艾月轩笔记的记载，慈禧的棺椁底部就放了金丝绣串珠被子3层，就在被子上还摆放了1尺厚的珍珠，其数量达到惊人的16324克，里面还有85块红蓝宝石、碧玺白玉203块等等。而在慈禧的头上还戴着一顶重22两5钱的翡翠荷叶，而她的脚下则放了一朵重36两8钱的碧玺大莲花。慈禧身上的衣服也是穿了3层，一共花费珍珠7000克，身上镶嵌1135块红蓝宝石，外加1条织金的陀罗尼金被，就这条被子就价值16万两白银。还有慈禧脑袋上顶着一颗从国外进口回来的珠冠，这个珠冠就价值1000万两白银，可想而知慈禧是多么奢靡了吧。当然在她的棺木里面还放了各色水果，不是我们熟悉的水果，这些水果都是用玉石雕刻而成，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翡翠大西瓜2颗。所以在孙殿英看来，只要挖开慈禧墓，也就意味着飞黄腾达了。那么你对慈禧的奢靡有什么看法？